乌克兰最短缺的战机终于来了。就在3月9号，波兰同意和斯洛伐克共同向乌克兰提供米格29战斗机。波兰总统杜达表示，波兰准备将自己手里剩余的米格29移交给乌克兰，作为国际联盟的一部分。那么，随着这批米格29到达乌克兰，对于战场上的乌军会有如何帮助？接下来跟着大兵一起来看看。目前呢，波兰还有28架米格29正在空军中服役，而斯洛伐克呢，则是在2022年8月份退役了10架米格29。据称呢，这些米格29都是升级版，全部达到了北约空军的标准，计划将挂载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或者 AIM-120。不过呢，想要挂载这2款导弹，还需要美国和北约出动工程师对这些米格29进行一些升级和改造。对此，外界很多人并不看好这次援助，认为这些战机性能并不算优秀，可能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对于这种说法呢，大兵认为，对于目前的乌克兰空军来说，现在的俄乌战场上其实根本不需要空战，这些米格29主要是作为武器发射平台使用，只要能够发射北约援助的各式导弹就可以了。再加上经过北约各国空军服役的俄制战机，大都经过一系列的现代化升级改装，早就不是1982年服役的原始型号了。而米格29呢，一般是作为前线支援战机，最适合现今的俄乌战场。另外，在制空方面，乌克兰需求并不大，毕竟乌军战机数量和俄军确实存在差距。此前，美国战区专栏曾采访过一名乌克兰现役飞行员，基于俄空天军的强势，该飞行员声称，乌军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压制俄军的防空系统，而不是夺取制空权。也就是说，乌军的防空作战仍然是以地制空为主，战机主要是执行零散的空中拦截任务和对地打击支援任务。因此，此前北约各国援助了大量的防空导弹系统，比如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能够帮助乌军反制俄军的苏24、苏25、苏34以及苏35等战机。所以，米格29在制空权争夺中意义不大，它的核心呢还是对地攻击和反雷达作战。在这方面呢，乌军的米格29能挂载的武器是有很多的。根据美国战争地带3月8号的报道，美军正在研究将 AIM-120 先进中距空空导弹集成到乌克兰米格29战机上。报道称，如果可行的话，乌空军将具备一种新的超视距空对空能力。AIM-120 将对俄空军战机构成严重的威胁。作为美国空军现役最先进的空空导弹之一， AIM-120 采用了自动雷达制导模式，最新型号极限射程已经超过了100公里。此前在实战中屡次击落敌方战机。而米格29作为上世纪80年代前苏联研制的第4代战斗机，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呢，便是乌空军的主力战机，能够携带 R272 和 R73 2种空空导弹。前者呢是属于一种半自动雷达制导的中距空空导弹，弹体全长4米，弹径 0.23 米，翼展 0.77 米，弹头重39公斤，最远射程为50公里。后者 R73 呢，则是一种近距搏斗空空导弹，弹体全长 2.9 米，弹径 0.17 米，有效射程约30公里，被普遍认为是最难以对付的现代空战武器之一。不过大兵分析认为相较于半自动雷达制导的 R27 中距空空导弹，选用自动制导的 AIM-120 有着更强的空战才能。不仅如此，乌军的米格29还能携带 AGM-88 哈姆反辐射导弹。该导弹呢，主要设置用于打击敌方的电磁辐射源，特别是防空雷达。在此之前的2022年8月 ，AGM-88 的碎片在乌克兰战场上被发现。这情况呢，也引起了俄罗斯一些军事分析家的关注。不过当时并没有太多详细的信息，因此这些专家认为，短时间内为乌军米格29战机增加这种武器的可行性并不高。所以这些哈姆导弹可能是通过地面装置进行发射的。毕竟哈姆导弹作为一款美制导弹，乌克兰装备的米格29却属于苏式战机，两者并不兼容。就算是要挂载哈姆导弹，也只能兼容北约其他国家的战机，而北约国家装备的米格29也无法使用它。但是在8月30号，乌克兰空军首次发布的一段视频，却让此前俄罗斯专家们的猜测被打脸了。因为视频中显示，一架飞行中的米格29机翼下加挂了一枚货真价实的 AGM-88，同时也证明米格29不光能携带哈姆，
还真的可以发射出去。从视频画面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乌军的米格29通过机翼内侧挂架携带了 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外侧挂架则继续携带 R73型空导弹，同时在座舱内部还增加了终端设备。位于座舱右侧 CRT 显示器上方位置，设备上有 Garmin 的字样，下方有几组数据显示，在下方呢似乎显示出的是一个黑白电子地图，有道路和导航点。当时有人猜测这个 Garmin 的设备是乌军适配反辐射导弹的主要设备，但实际上这个装置呢只是一个简单的手持式 GPS 终端设备而已，可以凑合着用来当作机载导航设备，用来弥补战机在远航时地面引导不足情况下的导航问题。这跟反辐射导弹的装备并没有什么重要联系。那么乌军的米格29是如何挂载哈姆呢？大兵查阅资料后认为主要有2点。其一，修改武器挂架，毕竟修改挂架不是什么难事儿，很多挂架都能通过增加适配和转换设备，从而挂载不同的机载武器，在这方面美军很有经验。其二呢，修改外挂管理系统，由于米格29的外挂管理系统是非常老旧的硬件交互式，因此大兵分析武器的外挂管理有2种途径可以实现，分别是细致型和粗暴型。其中细致型呢是将哈姆的控制线路连接到 R27R 型空导弹的控制线路上，让外挂管理系统误以为 AGM-88就是 R27R， 这样呢在乌军飞行员选定 R27R 导弹的时候就能顺利的发射 AGM-88了。当然这个时候的火控系统肯定不会认为 AGM-88符合 R27 的发射条件，那么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呢，很有可能会选择强行发射模式，直接发射导弹，也就是盲射。而粗暴型呢，就是直接增加一条独立的控制线路，增加独立的控制核。另外，大兵猜测乌军使用的 AGM-88应该是使用了2种引导模式，通过地面引导打击目标。不过呢，这就有一个前提需要美军的电子侦察机或者乌军地面特战单位携带电磁信号测向设备，在战场前线部署、收集并定位俄军的无线电射频信号，随后以语音通话的形式给予乌军的米格29一个初始的摄像。当然，也可能是美军原乌的 AGM-88加装了反辐射导弹的自导模式，通过米格29上的 SPO-150型 RWR 设备定位俄军雷达的方位。而这种改装方式呢，在上世纪90年代，俄军研发米格29 SMT 的时候就曾经试过，当时成功整合了 KH-31P 型反辐射导弹。因此，以美国的技术能力来讲，在半年内完成相应的改装，似乎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儿。与此同时，大家也不要将俄空天军想得太过强大了，他们的表现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大兵上面讲到，美国战区专栏曾采访过一名乌克兰现役飞行员，该飞行员除了说到乌军的主要任务是以各种支援前线外呢，还负责猎杀俄军的地面雷达。自乌军米格29使用 AGM-88以来呢，已经执行过很多有效的作战任务了，乌空军也因此变得更有能力。与此同时，该飞行员也认为俄空天军实际作战时确实非常聪明。而从后续该飞行员的谈话中，大兵总结了以下几点：超远射程的空导弹是决定未来空战的关键。俄空军电子战飞机虽然让乌军非常忌惮，但是呢，实际作战期间发挥的作用有限。说俄空天军的电子战能力并不强大，乌军坚持以地制空的道路，也就是用防空导弹来获得局势控制权。战机主要是用于防空拦截和执行对地攻击任务。空对地反辐射导弹极大地压制了俄军防空系统的能力。俄空天军 A50U 预警机的性能有限，并不能很好地预警乌空军的活动。乌军战机依然能在赫尔松反攻时积极地参加对地支援任务。综上所述，目前乌空军仍然能驾驶米格29在对地制空的环境下发挥自己的作用，并将进一步在未来反攻行动中承担对地打击任务。而俄空天军距离全面扼杀乌空军还有很大的距离，毕竟俄空天军的表现实在是太差了。这一点呢，从俄军苏34的事迹中就能看出来。2022年5月27号，根据乌克兰方面的说法，当天下午1点过后呢，为了配合陆军在因古列茨河的反攻，乌空军2架苏25攻击机低空飞抵前线，扫射轰炸俄军战壕。
下午1点半之后，俄空天军的一架苏35战机紧急从克里米亚半岛的贝尔贝克机场起飞，受命来猎杀乌军这2架苏25。2点不到，这架苏35飞临战区上空，向2架苏25发射了2枚空导弹，但是都未能命中超低空飞行的苏25。2点左右，预置在战区附近某一空域的一架波兰援助的航电改装版米格29战机向苏35发射了空导弹，并且命中。俄军飞行员随即弹射逃生，战机最终是坠毁于赫尔松州境内。事后呢，俄军曾发过一个电文，大致内容是：今天对于战斗机来说是一个糟糕的日子，真希望没有这样的日子。但战机就像军人一样，有时也是有去无回，错误是不会被原谅的。从这段有点隐晦的话中呢，大家应该就能听出俄军有重大损失，侧面佐证了苏35被击落的事实。而苏35作为俄军现役的顶级战机之一，俄罗斯虽然宣称是没有隐身能力，不满足5代战机的标准，但是苏35在其他方面都与最先进的5代战机是不相上下的，因此将其称为4代半战机。目前看来啊，这宣传的水分有点大。而俄乌战争期间，俄军苏34不是被击落，就是出现事故。近期有视频显示，在顿涅茨克的叶纳基耶沃市附近，又有一架苏34掉了下来。视频中呢，大家可以看到一架苏34在空中中弹，随后在空中坚持往别处飞了一段距离。期间呢，俄军飞行员还努力地控制着飞机，但是最终还是坠落，飞行员跳伞逃生。不仅如此，在2022年10月17号，还曾有一架苏34重型战斗轰炸机在边疆区叶伊斯科市失事坠毁。截止当地时间10月18号上午，该事故已造成13人死亡，19人受伤。后续俄罗斯侦察委员会表示，经过专家对飞行记录仪的数据进行分析，坠机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机械故障。另外，人为导致的事故也是层出不穷。2022年9月6号，根据俄国内媒体的报道，2架隶属于俄空军的苏34战机在利佩茨克空军基地附近发生撞击事件。虽然事后2架战机都平安降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机身却损毁严重。从俄乌战争爆发到现在，俄空天军已经损失了超过20架苏34。要知道，俄军的苏34总数才140架左右。虽然看样子损失不算大，但实际经济损失却远远超出了想象。根据相关资料统计，目前一架苏34在4500到6000万美元，损失20架就是9到12亿美元。这还只是飞机本身的损失，没有算上使用期间飞机维护的费用和训练飞行员的费用，这些都是无法计算的隐形损失。可以说，俄空军的损失真的是相当惊人呐。与之相比，乌空军的米格29就表现好很多了。根据乌克兰国内媒体的报道，在近期，乌军战机已经在南线赫尔松区域扎波罗热和哈尔科夫战线摧毁了俄军17部 S300导弹系统。虽然这个战绩可能会有些水分，但俄军确实是有多部的 S300和新型雷达系统被摧毁。尤其是俄军2020年才装备的 Portlet K1 防空导弹，还是在战线后方100公里位置被摧毁的，是乌军进行纵深打击取得的战果。侧面证明俄军在前线的苏35战机拦截线已经失败，没有成功发现并且拦截乌军战机。期间呢，乌军战机抓住了俄军苏35没有进行巡逻的空档，屡次对俄军的 S300阵地进行突击。大概过程应该是美国和北约事先通知了乌军目标的具体位置，然后由米格29在 GPS 引导下飞向目标，在距离目标100公里左右迅速开机搜索目标精确位置，发射 AGM-88 反辐射导弹攻击。紧接着，米格29在高空迅速掉头返航，以此躲避俄军的苏35的拦截和 S300导弹的打击，简直就是把俄军的防空系统和苏34视若无睹。总结来说呢，随着这次波兰和斯洛伐克援助的米格29战机势必会进一步提升乌空军的实力，俄军之后将会面临更大的麻烦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欢迎各位在评论区指出。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之后大兵会为各位带来更多更精彩的视频。我们下期再见。